为什么中国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各种找借口，各种死不认错？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拐弯抹角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拐弯抹角，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自豪的习惯是喜欢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然，考虑到社交礼节和外交的需要，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按照这一习惯行事。然而，直来直去的天性实质上仍支配着我们，只是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然而，经过与亚洲各民族不太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们相信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根本不同，事实上是分别处于相反的两端。在这里，我们且不说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累赘，在这一方面，某些国家的语言明显要比汉语更加复杂麻烦。中国人下决心把不好的消息传给他人时的举止非常有趣。在那种情况下，有时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可以公开直截了当地说了，但传消息的人还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拐弯抹角、不着边际的方式，说一件不能说、万万不能说的事。只见他心神不安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窃窃私语。他伸出3个手指头作为手势，不明不白地暗示那个没说出来的人就是他家的老三。他先含含糊糊地说了一番，然后指出事情的重要性。正当说到来劲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不进一步说出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很可能是说，现在你可明白了，不是吗？在这个全过程中，可怜且不开窍的外国人，除了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传消息给你的人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一无所知，那也并不奇怪。他会明确地说，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他是对的。中国人与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中国人所要求的好方式，其隐瞒程度之大，肯定会让我们惊讶，并感到毫无必要。我们曾听说，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意外地遇到2位朋友，这2位朋友是特地赶来向老奶奶报告她那在外的孙子不幸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们正在小声地商量应当怎么转告，可是当遇到老奶奶后，他们却只是反复说明他们正在闲聊。尽管后来不到半小时，消息已经传开了。我们还听说，一位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劝他快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戏，他便从中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事实果真是如此。我们曾受托将某个中国人的一封信转交给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家时，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邻居见他家没人管，就拿走了他家的每一样东西，而这些东西理应属于他的。但是这封信的信封上却用大字写着不准确的话，平安家信。中国人善于绕弯子，还往往表现在该用数字的地方不用数字。比如一部5卷本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分别标上第几卷，而是标上仁义礼智信，因为这是5德的恒定顺序。而多册的康熙字典，各册不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用数字来区分，而是分别用天干地支来标识。在考场上，每个学生的隔间是分别按照永乐大典的字幕次序进行标识的。另一个事例是向已婚妇女了解她家成员和其他人的情况时，她所表现的拐弯抹角。这种妇女不是用原名称呼，而是仅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2个姓氏来称呼，平时被叫着某某他妈。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对你说，黑蛋儿他妈病了，也许你从来没听说过他家有一个黑蛋儿，但他认为你肯定知道。但是如果没孩子，那问题就更复杂了。也许这位妇女被称为小黑蛋儿他婶，或者其他拐来拐去的称呼。已婚多年的妇女
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是在外的，意思是丈夫是忙家务事之外的事。结婚不久还没孩子的妇女，在说到自己丈夫时，常由于没有合适的词而为难，有时称她的丈夫是先生。有一次，她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用丈夫干活的地方来称呼他。游方是这么说的：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去战场的路上，经过一片沼泽地时，向那里的青蛙深深地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们明白，要像这些青蛙那样的英勇，才是值得赞美的。普通的东方人当然知道，这位将军是在给他的部队以某种巨大的动力，但对于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也许算不得什么。中国的春节来临之际，是一年一度借债的时候，一位熟人前来见笔者，他做着某种手势，似乎包含着什么深奥的意思。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指了指对方，最后指了指自己，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惭愧地说自己不明白其中是什么意思，但他仍然不予原谅。他以为通过他的手势能够很容易地推知，他希望借些钱，而且希望保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这里加一句，我有时想，中国人说话写文章时故意这么模糊和拐弯抹角，很可能是为了不落下把柄，这样对方在追究责任时就找不到证据。还有写文章时故意引用比喻、掉书袋等等的表达方式，除了炫耀之外毫无意义，一堆华丽的词语堆砌，你读完回想一下，什么信息也没有得到。当然还有官员的讲话也是满嘴空话、套话和胡话，你看他们在那里煞有介事、激情慷慨地做报告，实际上全是车轱辘话。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吃喝嫖赌是4种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抽鸦片。有时人们张开五指，说他五毒俱全，就是指某人沾染了所有的这些恶习。中国人善于绕弯子，还表现在由于他们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可以采取一种在我们看来纯属拐弯抹角的方法去冒犯他人。比如叠信的方式，就可以表现一种故意的冒犯。故意不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其他字之上的单独一行，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侮辱，就像不到合适的地点按照来客人的身份迎接一样。规矩如此之多，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表示一种隐含的侮辱。中国人当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怜且无知的外国人却因此受到无数次的伤害，还以为是受到特殊的礼遇。中国人因为生气而相互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义，需要仔细琢磨才能明白。就像糖衣药丸，里面才会令人恶心。再比如东西，字面上是指东西方向，真实含义是指一样物品，而说某人不是东西就是骂人。同样，拐弯抹角地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即使是最没有知识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各种似乎合理的借口。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被这种高超的能力所吸引，除了外国人之外，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借口，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其实过于想把问题弄清楚的外国人根本没必要花力气，一会儿在空气中，一会儿在水中，一会儿又在土中去追究他们，因为他们习惯于把事实做最简单的处理。当他们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他干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以保证他可以逃脱。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2句话像上帝之爱，掩盖了一大堆罪恶。从每天发行的北京敌报上可以找到很多用于说明我们论题的材料。在中国，这张报纸最能清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尽管也有欠缺。在报上，古语所谓的指鹿为马已变得更加高级，运用也更加广泛。关于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报纸上有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真实写照。
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那么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员的生活中去找。在那里，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当中国的官方报纸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遭受各种痛苦的情况时，这里究竟有哪些含义？当他的迫切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时，这又意味着什么？这长篇的编年史作为事实材料披露出来，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当一位被指控为有罪的高官被确定为无罪，而被认为只是犯了一些还够不上惩罚的过失时，这是意味着起诉人已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是被指控的官员真的有做过那种事？谁能说得清？我们完全相信，每一个细读过北京敌报，同时读过报上每一份文献的人，都能比较正确地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这比读有关这个国家的所有作品都更能了解中国。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外界的野蛮人在理解中国时，都是采取一种根据其言了解其意的方法，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其实我们会遗漏很多方面，难道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心吗？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拐弯抹角这个部分，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